加拿大19岁著名女歌手公园独行，惨遭3只郊狼围攻撕咬，场面过于血腥，吓坏现场所有人。据《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人口稀少的布雷顿角岛拥有地球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岛内的松树、冷杉和落叶树高耸入云，矗立在大片低矮的灌木丛和野花之上。这里丰富多样的植被孕育出了繁盛的生态系统，狐狸、雪兔等小型哺乳动物穿行其间，而黑熊与驼鹿等大型动物则不时在林间徘徊觅食，构成一幅原始而生动的自然图卷。2009年10月27日，年仅19岁的民谣女歌手泰雷·米切尔在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独自徒步时，惨遭郊狼袭击致死。这是加拿大历史上首例郊狼袭击致死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布雷顿角岛上东部的郊狼体型远超他们的祖先，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这些郊狼从美国西南部向东北迁徙途中，曾与安大略和魁北克的狼种杂交，这段遗传血统被保留了下来，使得它们体型更为健壮，体型接近中型德国牧羊犬。虽然郊狼通常被认为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但他们的狩猎能力不可小觑。他们凭借高效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出色的智力，能悄然跟踪并猎杀体型庞大的驼鹿。除此之外，他们适应力极强，好奇心旺盛，这使他们能够在人类居住区附近活动，依靠垃圾、食物残渣为生。泰勒·米切尔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一位民谣音乐新星。19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便已在加拿大民谣圈内小有名气。他不仅拥有温柔动人的嗓音，还拥有深厚的词曲创作才华。毕业后，泰勒开始在全国各地巡演自己的原创作品。凭借不凡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泰勒在2009年签约 Backroad Tavern Productions 唱片公司。同年，他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 For Your Consideration， 获得了业内和听众的一致好评。为配合专辑宣传，泰勒开启了加拿大东部的个人巡演之旅。尤其是在刚刚获得驾驶执照后，他对这段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旅程充满期待。10月28日，泰勒原计划在新斯科舍省的布雷顿角举办一场演出，他提前2天抵达岛上，难得有空闲时间，于是泰勒决定前往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徒步旅行。这个公园是岛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点之一。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机。泰勒是位环保主义者，一向热爱亲近自然，因此这一片令人沉醉的美景也成为他忙碌演出行程中的一个喘息空间。公园占地约 9.3 万公顷，拥有数十条蜿蜒曲折的徒步路线，每一条都充满诱惑，等待着探险者去发现。泰勒选择了最受欢迎的天际线步道，这是一条设计巧妙的环形路线，沿着圣劳伦斯湾的悬崖蜿蜒前行，沿途视野开阔，风光旖旎。对于此行既想亲近自然又不想太过疲惫的泰勒来说，这条步道的平缓坡度与舒缓节奏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那天下午2点半左右，泰勒将车停在停车场，随后沿着通往天际线步道的岔路走去。大约15分钟后，他遇到了一对从相反方向走来的情侣。在沿路继续前行时，那对情侣看到2只体型巨大的郊狼正朝他们慢慢走来，其中一人还拍下了照片。不久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尖锐的呼救声，然而由于距离较远，他们无法判断那究竟是人类的尖叫还是郊狼的嚎叫。事实上，郊狼的嚎叫在特定距离和环境中确实极易与人类呼喊声混淆，这也是野外搜救中一个常见的困扰。惊魂未定的情侣意识到事态可能不妙，立即返回停车场，并于下午3点15分左右拨打了报警电话。加拿大皇家骑警迅速收到通报，同时派出了一辆救护车赶往现场。与此同时，那2只郊狼已经顺着小道悄然逼近了毫无防备的泰勒，他们低吼着半扑过来，试图激起泰勒的逃跑反应。这是野生捕食者常用的策略，一旦猎物开始奔跑，他们便可趁机咬住猎物的后腿或尾部，使其失去平衡，从而完成围猎。惊恐万状的泰勒试图撤离，他朝着步道入口的方向奔跑，同时高声呼救，沿途不断丢下物品以减轻负担或作为干扰。他甚至从背包中掏出一把便携式折叠刀，在慌乱中奋力挥舞，试图反击这些逼近的野兽，但为时已晚。郊狼已经完全进入捕猎状态，他们眼中不再有犹豫或畏惧，只有嗜血的本能。他们先咬住了泰勒的小腿和手指，那种尖锐撕裂般的痛感让泰勒几乎瞬间尖叫出声。他拼尽全力挥动手中的折叠刀，试图逼退其中一只郊狼，但这场不对等的战斗注定惨烈。一个瘦小的女孩面对的却是2只已经进入狩猎状态的掠食者，他们凶狠、冷静、协同有序，
一左一右不断逼近，将他一步步驱赶回不到更深处。泰勒奋力抵抗，体力却在迅速被撕扯与恐惧消耗殆尽。最终在一个不甚起眼的山丘顶部，泰勒脚下一滑，失去重心，重重摔倒在地。这一下成为了致命的转折点，几乎在他摔倒的瞬间，两只郊狼像子弹一样扑了上来，野性的力量倾泻在他瘦弱的身躯上。他们撕扯着他的衣服，牙齿直奔他的头部和腿部，撕咬得愈发疯狂。泰勒的身体被按倒在地，鲜血顺着他的裤腿流淌到土壤中，将枯叶染成深红色。他挣扎着，尖叫着，眼神混杂着恐惧和不甘，拼命朝着不远处那个木质的洗手间方向爬去，那仿佛成了他最后一线希望。一路上，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地面留下了一条狭长、惊心动魄的血迹。他跌跌撞撞地跑到洗手间门前，手指颤抖着去拉门把手，却惊恐地发现门竟然打不开，或许是反锁了，又或者是卡住了。时间在那一瞬间凝滞，而攻击还在继续，郊狼依然追击不止，撕咬从未中断。泰勒发疯似的拍打门板，哭喊着试图求救，鲜血染红了门上的木板。意识到无处可逃，他转身冲入一旁的树林中。但泰勒的身体早已虚弱到极限，在穿过林间一段泥泞小路后，因严重失血，体力透支，轰然倒地，再也爬不起来。泰勒孤身一人，四下无援，逐渐失去意识。郊狼在这时再次扑上，这一次攻击变得更为致命。与此同时，在远处步道通行段，一群正在徒步的登山者无意间注意到了林中不寻常的情况。他们发现了泰勒遗落的外套、背包等物品，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他们随即顺着步道向上追踪，并在一处杂草丛中发现了一台相机，镜头上还沾着泥土。他们开始焦急地呼喊泰勒的名字，但林间空无回音。当他们走到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段时，地面上斑斑血迹和一件破损的衣物令他们神情骤变。他们注意到附近洗手间的门板上也有大片血痕。他们绕过转角，看见泰勒倒在地上，满身是血。一只郊狼正站在他身旁，登山者毫不犹豫地大喊着冲了上去，试图将野兽赶走。但这只郊狼却毫无惧色，反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做出攻击性的姿态，毫不退缩。登山者再次高声叫喊，挥舞登山杖，并投掷石块。终于，这头野兽慢慢退开了，但它并没有跑远，而是停在不远处站着，愤怒地低吼着，注视着他们。泰勒当时仍有意识，他虚弱地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但声音几乎无法听清。他的身体状况极度危险，头部和腿部多处被严重咬伤，皮肤被大面积撕裂。终于，一名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警员赶到现场，他迅速举起猎枪朝那只郊狼开火，将其击退。但这名警员并未将其击毙，因为他最初以为袭击者是熊，并未意识到是郊狼造成了攻击。泰勒被立即送往医院，医生尽最大努力抢救他，但他的伤势过重，不久后就因失血过多去世。为了了解此次悲剧的原因，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推测泰勒可能误闯郊狼的巢穴，引发防御性攻击，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曾试图喂食这些动物，但这些说法都缺乏证据，没有被证实。这起事件促使相关部门重新评估公园内郊狼对人类构成的潜在威胁。最终，另一只参与袭击的郊狼被下令猎杀。护林员随后展开了搜捕行动，但出人意料的是，泰勒的母亲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公开表示，并不希望郊狼被猎杀。他表示，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泰勒不会希望因为自己而让郊狼遭到杀害。尽管如此，一只表现出攻击性的雌性郊狼还是被击毙了。随后又有3只郊狼被猎杀，包括一只曾在天际线步道附近出没的大型雄性郊狼。后续的详细调查发现，有3只郊狼参与了对泰勒的袭击，证据是它们的毛皮上都检测出了泰勒的血迹。其中，那只大型雄性郊狼正是先前在通行路段被拍摄下来的那只。他也是救援人员发现泰勒时站在他身边的那一只。警方通过郊狼毛皮上的霰弹痕迹，确认了他就是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开枪射中的那只。这只雄性郊狼与那只攻击性强的雌性郊狼可能是一对伴侣，而其余的则是他们的群体成员。2009年11月左右，一只郊狼大胆地接近一对在野外徒步的夫妇，距离近到男方用棍子击打他的头部，才将其吓退。次年，在距离泰勒事件发生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又一名16岁的女孩在与父母野营时遭遇袭击，头部被郊狼咬伤，所幸并无生命危险。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让专家感到震惊，因为郊狼在传统认知中被认为是一种对人类极度谨慎且畏惧的动物。但一些专家表示，其实郊狼一直生活在人类附近，
只是大多数时候人们没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有人建议通过猎杀控制郊狼数量，但不少专家反对这个做法，认为这种方式无法产生长效影响，因为郊狼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郊狼可能一次就能生下7只或更多的幼崽。最终，新斯科舍省宣布对猎杀郊狼实行每只20加元的悬赏制度，但该政策不适用于国家公园范围内。在悲剧发生后，泰勒的母亲成立了泰勒·米切尔纪念基金，该组织致力于推动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社区活动，并普及栖息地保护的知识。虽然泰勒以悲惨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但他的音乐依旧在世间回响，他的灵魂仍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